倘若吃了这东西，打野专家回家都可以跟人吹3天，因为他捡漏了恐龙时期的远古大蛐蛐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刚准备上嘴就被小家伙发动了反击。贝爷何时受过这种委屈？一个祖传的掐头去尾，这才安心用起了膳。本以为是美味大餐，没想到这波失误了。远古大蛐蛐的体味可以媲美臭屁虫，比皮蛋好不到哪里去。为了换换口味，吃点好的，顺着水流的声音来到河岸边。好家伙，没想到这里也盛产小龙虾。龙虾最好不要生吃，它的体内含有大量的寄生虫。从旁边薅了一大块青苔，然后用水将其打湿，把龙虾放进去紧紧包裹住，这样就能保证不会变质。先放进背包里带着，打算路上再找个机会一锅煮。很快贝爷就来到了火山区，这里到处都是沸腾的地热池，草地跟海绵一样柔软，极具欺骗性，如果一不小心踩到空洞，就会掉进去当肉片涮了。贝爷弹射起舞，快速跳跃沸腾的小水沟，一个漂亮的地热池出现在眼前，他的内心狂喜，这简直就是一个天然大火锅。赶紧掏出准备已久的小龙虾，把它们装进1年没洗的臭袜子里，接着送进沸腾的地热池中，只需等待1首歌的时间，香喷喷的小龙虾就出锅了，红彤彤香喷喷，馋的贝爷食指大动，就连嘎嘣脆的虾壳也不放过。恰到好处的火候加上肥而不腻的肉质，不知比牛肉好吃多少倍。唯一不足的是有股淡淡的酸咸味，吃了个7、8分饱。继续穿越地热池区域，等来到一片草地后，看到一只发臭的死兔子，虽然不能吃，但能利用它过上度假般的生活。这些河里盛产鳗鱼，贝爷想尝试一下古老的钓鱼法，将不要钱的亚麻打磨成一根根纤维细丝，只要贪吃的鳗鱼咬住，往后长的牙齿会镶嵌其中无法自拔，将亚麻的纤维区域蹭上兔子的肉腥味，接着便兴冲冲地跑到河边垂钓。没过多久，一条贪吃的鳗鱼闻着味儿就来了，它很谨慎，进退了好几回就是不上钩，贝爷只好不停地移动亚麻来吸引它。最终鳗鱼还是没能忍住诱惑，一口咬了上去。这下可便宜了打野专家，仅凭手感猜测这条鳗鱼起码有10斤重，美得他合不拢嘴。鳗鱼控制行动的神经在尾巴里，抄起石头猛砸下去，这可是难得一遇的高蛋白，得要找个没人的地方加工一下。收集了一堆干柴，贝爷准备利用太奶奶传下来的手机生火，先把电池抠出来，将刀刃横在正负电极之间让它短路，然后划开表面，使锂金属接触氧气制造热量，在火花和热量的加持下冒出浓浓白烟，最后再吹上一口气，熊熊烈火成功冒了出来。有了篝火，贝爷开心地切下一部分鱼肉，他要煮个清汤鱼肉，另一部分则是卷在木棍上炙烤。野生鳗鱼肉鲜甜肥美，一口接着一口，根本停不下来，蛋白质不知是牛肉的多少倍。吃完鱼肉再喝口汤，小日子过得别提有多滋润了。补充了大量蛋白质，贝爷往西前进，一口气走到了沼泽地。在水地里跋涉不仅困难，还十分耗费体力。平日里不正眼瞧的巨猪胶，现在对于他来说都是难得的美味。扒开巨猪胶的叶子，中间的白芯可以补充碳水化合物。等离开沼泽后，进入了茂密的雨林，这里的年降雨量高达10米。浑身湿透的贝爷当务之急是要找个地方避雨，而这棵倒下的大树就被一眼相中。头顶现成的屋顶可以挡住大部分雨水，只需把两边挡住，住上一晚问题不大。在附近找到一些树蕨，把末端削尖插入树干的两侧堆叠几层，就得到了一个漏风不漏雨的豪华庇护所。接下来还要找些木材和火绒生火，只有烤干湿漉漉的衣服才能休息好。随着打火棒的咔嚓声，引火物被成功点燃，然后交叉堆叠，留出空隙让火源接触氧气。如果想让火一直烧下去，这些还远远不够。于是他2次外出寻找木材，结果刚走2步，被一个黝黑的身影吸引了注意。看到蛋白质大餐，贝爷再也顾不得手里的柴火，拎着一根木棒就冲了过去。最终在一个洞口旁抓到一只负鼠，此行收获满满。回到庇护所，马上处理食材，在清理完不能食用的部分后，剩下的直接搭在柴火上炙烤。木材的清香混合着焦香的肉味，让人口水直流。等到肉完全烤熟后，迫不及待地切下一块品尝。瘦嫩可口，充满嚼劲，每一口都让他流连忘返。在荒野求生，这就是幸福的味道。贝爷继续朝目的地出发，没想到竟在森林外围发现了很多血鸡的羽毛，这可让打野专家疯狂心动。他也想搞2只来尝尝鲜。在附近找到血鸡留下的行动轨迹后，利用鞋带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做了好几个套索圈套。为了守株待鸡，贝爷决定在附近搭建庇护所，现摘的苔藓铺平做床垫，然后在四周垒砌石墙，防止睡觉时热量散失。而屋顶则采用全新防偷窥技术，架满不要钱的枯树枝，最后再铺上一层厚厚的苔藓，就大功告成。但是想要晚上不被冻成肉干，还要在床前烧一堆火，提供源源不断的热量。躺进漏风漏雨的豪华大床房，居然有种回家的温馨感。第2天一大早，贝爷就兴奋地赶到圈套查看。第1个圈套什么都没有，第2个成功抓到血鸡。饥肠辘辘的男人立马撒开脚丫子跑回营地，徒手将小鸡的羽绒大衣脱下来，孜然辣椒通通不放，直接放在火上炙烤。等待了15分钟后，香味扑鼻，一口咬下去，肉质鲜美，就连里面都是少有的深褐色。但巴掌大的血鸡根本不能填饱贝爷的肚子，他抓紧时间朝南出发。这种河里常年生活着鳟鱼，多到不用鱼竿都能轻易抓到。贝爷吃鱼就要吃最新鲜的，现捞上来直接一口咬下去，甚至还能带在路上当小零食。补充能量后，
快速翻上一个山坡，而他的目的地是不远处的大海。因为下山的路十分陡峭，为了不在这里翘辫子，当即决定使用工具，把绳子的一端系在树干上，借着这股力量慢慢向下爬去。没想到运气来了，拦都拦不住。半山腰的鸟巢里居然有一个拳头大的秃鹫蛋，贝爷兴冲冲地爬过去，结果发现被诈骗了，是颗坏蛋，合着费劲巴拉的过来是闻二氧化硫的。这味道是他打野多年来第一次遇到，只能用2个字形容：滂臭。越过悬崖后，来到一片沼泽地，一边走一边观察，期待能捡漏好东西。最后在藤蔓上发现了一大坨干燥的金银花，这在潮湿的沼泽地可是珍贵无比的火种，一点不剩的全给他薅光。正当美滋滋的路过灌木丛时，却差点被只野鸡暗杀。为了报复这个小东西，贝爷指导老巢把他的蛋偷走。3颗小鸡蛋让一天没吃饭的他心痒难耐，赶紧找块干地生火，然后舀一碗无菌黑水煮蛋。吃蛋贝爷只吃3分熟，敲开一看中大奖了，这还是活珠子，一口闷一个，胃里暖暖的。经历几天的长途跋涉，终于抵达海岸。远远的就看到一群海鸥在团伙作案，空气中还散发着腐烂的气味。走近一看，是头搁浅的抹香鲸，大家伙身上全是宝藏，肉可食用，琼脂可做油灯，就连皮也能做衣服和船的外壳。对于渔民来说，它是大自然的恩赐，而这就是冰岛的最南端，前方已无路可走。